陈景明，12年前我们银行系统出现严重失误，导致500万巨款错打进你的账户。今天你要是不连本带利吐出来，我身后的律师会让你在牢里蹲到死。陈先生，非法侵占巨额财产，起步就是10年以上。哼，顾行长，12年了，你这狗眼看人低的毛病是一点没改啊！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给我报警！慢着。顾行长，报警之前，先睁大你的眼睛看看，这上面盖的是不是你们银行的章，也是你亲手签的字？12年前，我还只是个吃泡面的穷小子，这500万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更是这位顾大行长亲手硬塞给我的。100万、500万，一分不差，没做梦。这好事怎么能轮到我？我是不是要被抓去当替罪羊了？不行，我得去查清楚。帮我查查账户，全都查一遍。余额500万，同城转账，收开人陈景明，没问题。下一位。怎么可能没问题？这钱不是我的。系统显示正常就是正常，别在这捣乱，保安。先生，资金没有任何异常，钱就是您的。有钱还烧得慌，神经病吧？经理，我就是个拿3000块死工资的打工人啊！这要是赃款，我是要坐牢的。你赶紧给上面反映一下啊！小伙子，你想太多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怎么就不能砸你头上？不行，你们必须给我个说法。小李，给他打一张确认函，给他盖章。今天我非得治治他这被害妄想症。从法律意义上，从现在开始，这笔巨款姓陈了。拿着这笔合法的烫手横柴，我转身杀入当时最低点的楼市荒地，一口气囤了11套房产，属于我的时代开始了。陈景明，我受够了！每天睡到自然醒，开着你那破口烫车瞎晃悠。你看看我闺蜜男朋友，人家做总监年薪大几10万。平平淡淡才是真，收租也挺累的。收租？就你那2套破拆迁房的租金够干什么？我让你卖掉1套换辆宝马，拿剩下的钱去投资高端圈子，你死活不肯。你这种一眼看到头的废物日子，自己过去吧。我们分手。你确定今天踏出这个门，以后可别求着回来？求你，我苏晴就算是饿死，也不会再看你这个没出息的守财奴一眼。2套破拆迁房，他根本不知道，12年前那笔天降圣财，早被我变成了如今市中心寸土寸金的11套核心商铺和顶配豪宅。现在的我，资产翻了20倍不止。我靠，500万！景明，你家祖坟炸了！这狗屎运，还愣着干嘛？赶紧花呀！买豪车，买劳力士，买几10根金条。万一银行明天脑子清醒了，给你强行划走怎么办？胖子，钱放卡里我不踏实。既然银行盖了章，我就要把这笔钱变成谁也拿不走、查不到的安全资产。你的意思是改头换面？买啥？买砖头。您看中哪套了？一共11套，全款刷卡。哎呦，景明啊，二哥最近生意资金链断了，你那收租挺宽裕吧？借个10来万，周转周转呗。哎，二哥呀，你是不知道，最近租客跑路了，我这车都要加不起油了，正想找你借点呢。去，少来这套。这些年，
打秋风的亲戚换了一波又一波，他们只看得到我的不求上进和一毛不拔，却没人能看穿我的底牌。我宁可被全天下人看清，也不想被任何人惦记上我的财富。几位找谁？我是城西支行的新任行长，顾明远。这2位是我们行的法务骨干。陈先生，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今天上门是来跟你清算一笔12年前的旧账。陈景明，你又惹什么麻烦了？这几位是谁？最近行里清查陈年账目，揪出了一桩特大纰漏。12年前，因为我们内部的重大操作失误，导致一笔高达500万的巨款错打进了你陈景明的私人账户里。陈景明，按法律这叫不当得利。我们银行现在正式通知你，立刻马上归还这500万元的本金。陈先生，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将立刻启动司法程序，起诉、查封你的名下资产，申请财产保全。到时候你一无所有，还要面临牢狱之灾，场面可就不好看了。景明，你12年前就有500万，你居然瞒了我这么久，这可是要坐牢的。顾行长，在逼我签字之前，我想先请教个常识问题。你什么意思？12年前的500万和今天21世纪的500万，购买力差了多少倍？你们贵行的算盘打明白了吗？想拿现在的废纸换我当年的真金白银？陈景明，别在这儿跟我胡搅蛮缠耍滑头，这儿不是菜市场，轮不到你讨价还价。顾行长既然这么没耐心，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事情太大，我得花时间琢磨琢磨。慢走，不送。你敢拖延时间，我告诉你，3天后我自然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现在，滚出去！好，陈景明，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走着瞧。那500多万到底怎么回事？你居然是个诈骗犯！你这12年买的那些房子，难道全是拿这笔偷来的黑钱买的？苏晴，我只问你一句，在你心里，我陈景明就是个偷钱的贼，是吗？不然呢？那可是500万，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房子卖了还给人家！我不想跟着你这个骗子一起去坐牢。我图你什么？不就图个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吗？现在全毁了。幸好我刚才就把行李收拾好了，我们分手，立刻分手。好，门没锁，我滚。我的确拿着烫手。景明啊，不是咱的钱赶给银行还回去，可别为了几个臭钱，把自己的下半辈子搭进耗子里啊！景明，听说行长都带人去抄你家了，你是不是快破产了？那前年我借你的20万，你看我都快吃不上饭了。反正你都要破产了，这笔账就算了吧啊！拿黑金钱半夜不怕鬼敲门吗？前2年借我那5万块钱，我可不敢沾边了。我们老陈家世世代代清白，丢不起你这个人。12年了，牛鬼蛇神终于全都跳出来了，也好，身边的累赘和吸血鬼自己滚了，我这块淬了火的钢也就彻底没有软肋了。顾明远，想拿你们那套千疮百孔的霸王条款来褫夺我的财富？好啊，3天后，我陪你们好好玩一场资本的猎杀游戏。去他大爷的！这帮孙子是不是人？银行这帮吸血鬼仗势欺人也就算了，苏晴那个绿茶，平时吃你的喝你的，大难临头拿你当抹布扔。还有你家那群白眼狼亲戚，平时吸你的血，现在踩你的头。老陈，我都替你憋屈。急什么？让他们先跳一会儿。都逼到这份上了，你还忍？
景明这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咱们去找媒体，找电视台，把这事捅破天。12年前他们银行自己是个瞎子，凭什么现在让你掏钱买单？你该不会真打算卖房退钱吧？胖子，还没到掀桌子那一步。忘了12年前我从那家银行的大门里带走了什么东西？我就知道你小子12年前就防着他们反咬一口，给自己留了这么个王炸，牛，太他妈牛了！顾明远，你以为能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捏死我？你不知道的是，太和路99号是我手里11套房产中地段最繁华、面积最大的一间商铺，那里是我的主场，猎物该入笼了。这就服软了。一个小小的地痞包租公，随便施点压就吓得要跟我面谈，跳梁小丑。顾航，还是您这套高明，这种底层蝼蚁根本扛不住您的雷霆手段。叔，你可得好好治治那个姓陈的，敢耽误我家晴晴这么多年青春，得让他把吃进去的骨头渣子都吐出来。顾叔叔，您千万别对他客气，我跟他好几年了，他那10套小破房子来路绝对不干净，每个月收那么多现金房租，绝对逃税了，您随便查查就能弄死他。好侄媳妇儿，你这可是大义灭亲啊！小杨，学着点，对付这种刺头，就得先断他的粮草，击溃他的心理防线。分控部吗？把陈景明名下所有本行银行卡以涉嫌高风险的名义，立刻马上给我全部冻结，要让他今天连个馒头都买不起。先生，您这卡刷不出来啊，被银行锁了。抱歉，扫码吧。景明，这帮人还没正式碰面呢，就把你日常用的卡给弄了，这也太坏了！胖子，别急着跳脚，他们这种下三滥的混招出的越多，说明他们底气越不足，狗急了才会跳墙。咱们的赢面已经满了。陈先生，你这办公室挺阔气，这核心 CB 的地段，1年租金得掏不少血本吧？还行吧，自己的产权免租。哎呦，景明，真没看出来你把这儿捯饬得这么好，看来这些年拿那笔黑钱收租，没少搜过民脂民膏啊。几位，坐吧。陈景明，我今天没空跟你兜圈子，今天我亲自过来，是给你留最后一点体面，把钱原封不动的退回来，咱们相安无事。陈先生，如果你今天拒不配合，税务局经侦大队就会收到我们的实名举报，到时候你面临的可就不是破产，而是坐穿牢底了。景明，听句劝吧，别死鸭子嘴硬了。顾行长这是在救你，你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斗得过银行？赶紧低头认罪，争取个宽大处理吧。看看这个，装神弄鬼。什么东西？我的天！1-2千万！这个被我一脚踹开的穷酸前男友，竟然是个坐拥过亿资产的隐形大鳄！顾
顾行长，现在咱们可以跳过还钱这个无聊的环节了。我们来谈笔新生意。12年前的那500万，你们银行打算准备多少筹码从我手里买回去？买回去？陈景明，你在这耍我！你截留了我们银行的钱，白占了我们12年的天大便宜，现在居然还敢反过头来敲诈银行，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陈先生，我警告你注意措辞。你刚才的言论已经构成了极其恶劣的敲诈勒索，这是实打实的刑事重罪，你这是在自寻死路！疯了，陈景明，你绝对是疯了！难怪你一直不敢把钱拿出来花，你简直无药可救！小杨，咱们离他远点，别沾上这亡命徒的晦气！叫够了吗？人在极度心虚的时候，总是喜欢靠大声嚷嚷来给自己壮胆儿。看看这个，这怎么可能？什么东西把你吓成这样？假的，这绝对是伪造的！12年前的章，谁知道你从哪儿找人刻的萝卜章？陈景明，你想拿一张假证明来忽悠我？你做梦！郭行长，这份文件是真是假？我想，你们银行内部的原始底脏，应该比我清楚得多吧？你少在那装腔作势！要不这样，我现在就开个免提，给你们总行稽查部打个电话，让他们在系统里好好对一对这份文件的编号。或者，干脆一步到位，我直接打给省银监会，请他们派专员下来，入驻你们支行，好好查一查这笔12年前的烂账。顾想，这文件八成是真的。咱们当年的纸质档案馆里烂成什么样，您是知道的。这要是真闹上法庭，咱们不仅半点胜算都没有，违规出具兜底函的罪名，足够让您进去裁几年缝纫机啊！陈总，误会，这绝对是天大的误会啊！都是底下那帮人死脑筋照章办事，我真没想到这背后水这么深。您看，这事儿咱们能不能关起门来私下聊聊？只要您把原件销毁，条件您随便开。顾行长，你为了保住乌纱帽，跑来找我要一笔12年前的烂账，我勉强能理解。但是，你带着你的废物侄儿，还有我这个见钱眼开的前女友，跑到我的地盘上，对我进行肆无忌惮的人格侮辱，甚至拿伪造的罪名来威胁我，这笔怎么算？陈总，我有眼不识泰山，我混蛋！陈敬明，别在这跟我胡搅蛮缠耍滑头！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涉嫌巨额偷税漏税的关键线索，你面临的是坐穿牢底。你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可能斗得过银行？赶紧低头认罪吧！完了，这是实打实的有组织敲诈勒索罪证。来晚了，来晚了！直播间的家人们、老铁们，今天我兄弟公司乔迁之喜，顺便给大家直播一场史诗级的商业谈判大戏。来，镜头给到，让我们重点采访一下这位大名鼎鼎的顾大行长。顾行长，请问您对贵行12年前出现的巨大财务漏洞，以及今天带人非法恐吓的黑社会行为，想对直播间10万全国观众交代了吗？行了，别在这耗丧了，起来！我这不是开善堂的，也没兴趣看你下跪。想私了，可以。竖起耳朵听好，我的条件很简单，只有3条。第一，你们必须就这次违法的追逃行为，向我出具最高规格的正式书面道歉函，并在你们银行内部 OA 系统全员公示，同时赔偿我的名誉损失费和误工费100万。第二，马上立刻当着我的面解冻我所有的个人账户。对于你顾明远本人，以及今天跟着你来耀武扬威的整个团队，我需要在1周内
看到你们总行下发的正式民职和处分红头文件。第3，关于12年前这张确认函，我要求你们分行以上级别的部门重新给我出具一份具有同等确认文件，加盖最高级别的章。文件里必须永久承认它的完全合理性，并白纸黑字承诺银行方面永久放弃对此次事件的任何追诉权。没问题，陈总，绝对没问题，我马上就给总行领导打电话，马上办。喂，领导，是我工作失误，12年前那笔钱，客户手里捏着行盖着北京章的确认函原件，而且客户保留了全程的高清监控录像，甚至还有10万人的直播备份。顾明远，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稳住他，不惜一切代价稳住客户情绪。要是这件事在网上掀起一点水花，老子活扒了你的皮！陈先生，让您受惊了，这是我们行里的一点心意，还有我行最高规格的正式书面道歉函。副行长客气了，既然你们拿出了诚意，这笔账翻篇了。至此，压在我心头整整12年的巨石，终于被彻底粉碎，随风消散。而那些得罪过我的人，也迎来了他们的末日。既然当初在崖边选择松手，就别指望我爬上来之后再拉你们一把。要不是你这个丧门星，我说能进去，滚！景明，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那天我真的是被他们吓坏了才胡说八道的。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放手。胖子，公司注册好了，这间商铺连同我名下所有的房产物业全部打包交给你打理，你当总经理，占30%干股，年薪按市面最高标准开。老陈，你是不是疯了？这么多资产全交给我，你不怕我卷款跑了？少废话，好兄弟，要么一起穷，要么一起富，让你干你就干。属于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